感谢凯超带来的精彩演讲。那么下面呢，有请本次大会的金牌赞助商蜜源科技代表上台致辞。大家下午好，感谢 RustConf 给我们这样的平台，把这么多的 Rust 爱好者齐聚在这里。我们是一家非常小，我是来自蜜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胡文超。我们是一家非常小，但是非常专注于技术，尤其是我们深度使用 Rust 进行开发的一个公司，叫做蜜源。如这边的所说，我们蜜源的使命愿景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技术去创造信任，为未来的数字世界去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想用3个词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蜜源。首先第一个词是技术导向，蜜源是一个非常技术导向的公司，我们所有的co-founder 都是技术背景出身的，里面有以太坊的核心开发者谢寒健，然后有我们 Ruby China 的创始人，今天也在现场的 Daniel， 然后他们一起做过开源的数字货币交易所貔貅，也一起做过一档科技的播客，叫做 T Hour， 并且他们其实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更新。整个蜜源非常小，我们其实只有70几个人，但是里面有60个都是工程师，占比超过了3/4。我们非常崇尚的一个理念是，就是大部分开发者应该都听过的一个理念是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我们深度的参与了一个区块链框架 Theta 和公链平台 Nervos 的前期的设计和开发。第二个关键词是开源。我们非常信奉开源的理念，我们相信透明才能够带来信任。所以从蜜源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写的每一行代码都是开源在 GitHub 上的。第三个关键词是远程工作。今年的疫情应该让很多的朋友开始接触到了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蜜源从去年开始就在尝试，在今年已经完全实践了这样子的工作方式。整个蜜源公司的所有员工，包括我们的设计和我们的人力运营部门的同学，都是远程办公的。我们的同事里面有在日本旅居的玩咖，然后有在家里面带娃的奶爸，也有在老家孝顺父母的这种孝顺子女。所以我们相信优秀的人才，他的工作的位置不应该受地理的限制，他们应该有充足的方式来选择他们的工作方式。这边有一个二维码，我们会在明天晚上RustConf 结束之后，联合 Nervos 基金会去举办一个我们的小的一个技术的 Meetup， 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在区块链领域的一些开发的经验。所以如果有朋友对于蜜源有兴趣，或者对于区块链的领域有兴趣，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扫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群。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同事蒋金阳来给大家进行技术分享。对，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叫蒋金阳，然后是蜜源科技的区块链工程师，然后现在主要是参与一些区块链的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研发。然后这次的主题是那个 Rust RISC-V 和智能合约。对，主要就是我就先往下讲，怎么把这个3个词给串起来。就是首先我假设，我本来以为可能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不会了解智能合约，但进来好像都是来搞区块链的，对吧？我还是从头介绍一下吧。就是，智能合约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对于如果不太了解区块链的朋友来说，就可以把它认为是类似于，我们数据库上的存储过程类似的一个东西。然后它也是，比如说你要去修改区块链上的一段数据，或者是存入一段数据，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智能合约来去完成这样的操作。但是它和存储过程相比的话，我觉得是有几点不同的。就是第一，首先它是确定性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数据库上，我们在调用存储过程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取一个本地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实现里面会直接去取我本地机器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话，如果2台机器的时间不一致，那就算其他的输入和环境是一致的，它也会导致得到的结果不一致。但是在区块链上，这个是在每一台机器每一个节点上都要求是，它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那第二个就是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的话，它对安全性的要求性很高。你像存储过程的话，我们在数据库里写存储过程，一般来说它不会去特地的去验证很多很多的输入，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内网里面去使用的。那区块链上你一个智能合约的话，你要假定它永远是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去执行的，就是所有的输入都是任何人可以去调用它的。那第3点就是很难更新，就是如果你去写一个智能合约，然后不小心写入了一些错误，或者是漏掉了一些规则之类的，这个时候你的更新是会要付出一定成本才能去更新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介绍一下智能合约，这个就是总而言之，刚才3点的话，我认为一个结论就是智能合约这个东西是对安全性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Solidity， 这个是一个智能最流行的一个智能合约的编程语言，它是一个叫以太坊的一个区块链上在用的。然后对吧？给大家几秒钟时间可以看一下这2个方法，上一个方法是有问题的，然后下一个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上一个方法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olidity 它是比较像那个 JavaScript 的，对吧？就是很不幸的是，它在那个某些方面，它的确也和 JavaScript 一样，就比较容易写出问题。上面那个代码的问题就是在于它在最后一行代码是没有去做一个 overflow 的 check 的，所以就是有可能我给一个人转了一笔钱，他反而他的数字就归零了，溢出了，对不对？那下面的修复就是相当于提前做一个 overflow check。我们再来看一段代码，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就如果有写 C 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出来这个问题。就这里它实例化了一个数据结构，但是它没有去对它赋值一个初始值。下面虽然赋值了2个字段，但如果有第3个字段或其他的字段没有去初始化的话，它可能会指向一块指向一块没有去初始化过的内存，就是大家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值了。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逻辑的正确性。但是这就是技术界往往出现的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情况，就是往往最流行的东西都不是最好的东西，对吧？然后但是大家如果写 Rust 的话，知道就是类似的这种错误是很容易被编译器拦下来的，编译器不会让你通过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些通用的语言，对吧？通用的编程语言，就 Solidity 还是可以的一个编程语言，但是我觉着用它来写智能合约并没有做到会让智能合约更加的安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些更成熟的通用语言，比如说 Rust， 对不对？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以太坊这个区块链，他们最流行的是 Ethereum， 然后他们的跑你的智能合约的时候是用了一个叫 EVM 的一个虚拟机来跑的。这个虚拟机是用的一套他们自己定义的一个 Ethereum 的指令集来跑的。那这个情况下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我们 Rust 的 C 了是编译不到这个指令集的，它是一个非常高度就是 high level 的一个指令集，对吧？它不是很接近机器语言的一个指令集。那 EVM 上就是有一些 Solidity、Vapor 这种语言，但现在 Solidity 是最流行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就算我们去拿出一些更好的一些语言，但是它没有我们的一些通用编程语言更经过一些10几年的使用或者一些测试，这样的话是更靠谱的，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当然新一代的一些区块链或者是 Ethereum， 他们本身也在用一个叫就是在往那个 WebAssembly 上去迁移，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可能会用到更安全的一些语言。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中间的这个，就是蜜源科技做的一些基础的组件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是没有选择 WebAssembly， 我们是用了那个 RISC-V 指令集作为 VM 的一个 bytecode。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有很多编程语言，像 C、Rust、C++ 这些东西就可以直接编译，以那个 RISC-V 为 target 去编译成一个 binary， 然后就可以跑在这个
CKB VM 上，也就是那个蜜源科技贡献的一个技术组件吧。然后我觉得它是主要有这样几个好处吧。第一个是它是更加的标准化的，就是因为 RISC-V 是一个虽然它是停留在教学领域十几年，但最近也已经越来越开放了，也很多人在去做它的硬件什么之类的。然后它的标准是非常制定的是非常清晰的一些标准，而且它的标准都是以RSA 的标准都是以一些比较模块化的方式去制定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想用一些 vector 的一些opcode 或指令，那我们可以去这一块在他们的那个标准里面就叫一个叫 V 的扩展，你就可以引入这个扩展，就可以去支持这一块指令了。像另外的一些，就它有很多这种小的扩展，那这一种比较好的一些标准化和模块化的标准，它就可以让我们去编译在我们编译一些加密库，我们想要在区块链智能合约里面直接编译进一些加密库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些扩展来提高性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是它的它的整套 RSA 是更贴近那个真实的机器的指令集的，就它不是像 Ethereum 这么的 high level EVM 这样的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指令集，它是很贴近真实机器的。因为这个可能如果不做区块链的不了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EVM 上的话。我们在写智能合约，我们要执行一个指令的时候是要去付出一些相应的手续费的。那最流行的是用那个 gas 的概念来描述，举个例子，我算一次加法要付出3个 gas， 我可能算一次乘法要付出10个 gas， 然后我会根据我付出的总共 gas 数量来去计算我的这段运算需要付出的手续费。当然这个数字是我随口说的。但是有种情况，比如说乘法其实会让你的电脑付出10倍的运算，但是我们其实只收了加法的一个3倍的手续费，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它的手续费其实是有点失衡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攻击方式，是我去大量的让你的计算机执行一些会让你的节点付出更大运算力，但实际上它的手续费定价较低的，它的 gas 定价较低的一些操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付出很少的一些费用来去攻击你的电脑 ，DOS 攻击你的电脑，你的这个节点就会去耗费在一些跑得很漫长的一些指令上，对吧？这个如果有了解这个以太坊社区的话，其实是知道他们过去几年之间改过很多次这个 gas 的计费。那因为 RISC-V 是更贴近真实的机器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真实机器上的一些 cycles 的消耗，就是我运算加法要消耗多少个 cycles。我运算乘法要消耗多少 cycles， 我们可以把这些直接用真实机器上的 cycles 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度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避免这一种问题。我就大概讲一讲吧，其实有一些我也不是特别懂的，我就不去讲它了。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KB VM， 也就是我们的 RISC-V 虚拟机的它的一些特点吧，或者说独特的地方。就它是一个 RV64 RMC 的，这什么意思？就 RV64 这是一个就是 RISC-V 的标准的64位的指令集，就是一个标准的指令集。然后 M 和 C 是扩展 ，M 代表的就是乘除法的扩展指令，就它会额外多几个，它可以支持乘法和除法。然后还有一个是 C 的话，就是一个压缩的一个指令集，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binary 的表示形式更加紧凑一点。这是第一个是我们这个 VM 用的指令集，然后第二个是没有 MMU， 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智能合约的跑智能合约的一个平台，所以其实没有必要去引入 MMU 这个概念，就是内存管理单元的这个概念。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我们是使用了RISC-V 的一个标准的 Syscall 的方式来和区块链去沟通，所以的话就是相比一些比较旧的方案，就不需要去无限制的去扩充它的 opcode 这些东西。然后就终于讲到 Rust 的部分了，就我们怎么把 Rust 给编译到这个CKB VM 上面，就相当于是我们去让 Rust 支持了这个环境，就可以用 Rust 来写智能合约了。然后现在如果是想要去用 Rust 支持这种 RISC-V 的环境的话，首先是我们不能去用 SDT 这个 CRUD 了，因为没有操作系统的环境嘛，所以就只能用 COR 来去代替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定义一些language items，
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 Rust 的 C 其实是没有去写死一些东西，就比如说 Rust 的 C 它本身是不理解什么是 send 这个 trait 的，也不理解什么是 sync 这个 trait 的，也不理解 panic 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代码，然后它都是通过 language items 来去定义给 Rust 的 C 这个编译器来去知道的。那如果我们用 std 的话，会发现 std 里面定义了这些东西了，但是现在我们用不了 std， 就必须要自己去定义这些东西了。然后第三个的话，原因是没有，因为就是还是因为我们没有 SDT 嘛，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自定义那个 global allocator 去这样一个东西，来去让 Rust 能够用一些堆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 vector 了、hash map 了、box 这些东西。因为就写过 Rust 的话，知道如果我连 vector 这些数据结构都用不了的话，还是会很难用的。这个是那个 call CRUD， 就是一般大家都是从 SDT 里面去引入一些 module 的，但是现在你如果看一下这个 call CRUD， 都会发现很多 module 其实都是定义在这里面的，包括我们很常用的 option， 对吧 ？result， 我这只截了很小的一部分。其实STD 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和 OS 有关的东西，就是很多和 OS 无关的都在 call 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其实失去 SDT 也没有这么可怕吧，比想象中的。然后这是一个示例，就是我们想要编译一个 NoSTD 的一个 binary 的话，最简单该怎么去做？你会发现它定义了很多那个 language items 之类的东西。然后的话就是这个 global allocator， 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是从一个想要去让 Rust 支持 CKB-VM 这个角度的来看的话，那这个 VM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就是首先的话，我们的验证环境是用来跑智能合约的。那这个时候是会分配给你4兆的内存来用的，就是因为智能合约这种东西主要是跑一些加密算法，或者是验证签名了，或者是一些很简单的逻辑，所以4兆是完全够用的。然后的话，是因为没有 OS 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不允许它申请额外的内存。就如果申请额外内存的话，其实也会引入一些不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是 DOS 攻击了，或者是一些就是类似的东西，所以就是尽量简化设计。然后的话是CKB-VM 里面是一个单核的单线程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你运营来说是没有多线程的概念的。然后的话对，然后这前2点是我们的一个限制吧，就是我们要去把 Rust 编译到这种环境里面所以第3点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这个 allocator 可以去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太过节省内存。就是你像是我们如果是在 Linux 或 Windows 上跑一个程序的话，我们用那个 glibc， 对不对？那它的话，它要考虑一个内存的利用率，我不能太浪费内存，这样的话其他的程序就没有内存用了。那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的话，其实更类似一个嵌入式的环境，就只有我自己独享4兆内存，对不对？就可以随便浪费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用的一个策略吧，就是我们用了2个 allocation 的算法来组合起来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我固定的大小就分配64 bytes 的大小，你申请1 bytes 我也分配64 bytes， 对，你申请64 bytes 我还是分配这个东西，就直接用一个固定大小的链表来表示就可以了。然后malloc的时候我们就从链表里面 pop 出来一个 ，free 的时候就 push 回去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用来分配更大的内存，或者是当第一个分配完了之后来去调用的一个算法。这个算法的话，我看了一下介绍，好像是 gmalloc 也用到了吧？我不确定。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算法吧。它是比如说最上面的是有 512K， 我们就假设这个我们总共的可以分配的内存是 512K。然后当我们想要进行一次分配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内存从中间直接分成2半。然后再从最左边的那一半再分成1半，再分成1半，直到分配到一个最小的分配单元。那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因为太多了就画不下了嘛，所以我们就假设 64K 就是最小的分配单元。那这个时候它就会等分配到64的这个大小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返回这个64K 的这个内存的指针。然后的话，当我们分配第2次的时候，假设我们还是要64K 或者更小的一个值，
它就会直接找到这个第一次分配的这个兄弟，因为我们已经把这块内存给标记出来了嘛，它就直接分配右边那个64K。那第3次我们还要64K 的话，它就会把那个右边的那一个128K 再去分成一半再去分配出来。对，它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算法。那它的优势呢，就是它的时间上是比较稳定的，它最多是malloc 和 free 它最多也都是 log n 次的一个那个操作。然后它的那个缺点就是对内存的使用率不高，比如说我们想要129K 的内存因为128K 满足不了我们，所以它会把256K 全部分配给我们那这个就是相当于利用就浪费一点空间，但是换取一些时间了。我们就是用了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策略，然后实际跑了一下和 LabC 对比的话，就是在分配比较小的对象的情况下，两个的消耗的 cycles 就 CPU 周期是几乎差不多的，但是在分配一些大一点或极端一点的情况的话，就是 LabC 会比它要慢很多，就因为 LabC 它里面的考虑的因素更多嘛，但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这就是内存分配的部分。然后的话，我们还做了一点来去支持，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区块链上执行的智能合约嘛，所以我们要和区块链来交互。那这个时候就是用那个 RISC-V 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syscall 的方式来去交互。那这个代码上的实现就很简单了，因为就发现右上角的汇编其实就只有1、2、3、4、5行，对吧？然后这是利用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调用RISC-V 的调用的一个约定，就是你在调用一个方法的时候是用 A0 到 A7这7个寄存器去传参数的，所以就是我们直接调 syscall 的时候，我们在 Rust 里面对应的就可以写成 A0 到 A7 7个参数就可以传给RISC-V 的依靠这个指令了。对，然后就是然后我们就大概做了上面这些支持吧，然后现在就是 Rust 就是已经可以作为智能合约去跑了，然后它就可以利用它的一些静态检查的能力和一些特性来去让你的智能合约更加的安全一点。然后就是差不多夸够了，我们就下面就是吐槽 Rust 的时间，对吧？就是发现 Rust 就是用了之后遇到了什么问题，对吧？有死忠粉的话，可以先去上厕所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 Rust 的合约的话，右边是一个我写的一个示例的合约，就默认我们去调用一些方法，调用一些 syscall，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内容，没什么太多的内容，就这么长。然后编译成 Rust 的 contract 后，它会占13KB，然后我如果用 C 来写一个最小的合约的话，它只占1.3KB，就是它直接比 C 大了10倍。然后我知道网上其实是有，就这个是 release 编译，而且已经用过一些那个叫什么编译的参数了，比如说什么优化的一些级别了，设置成 S 了或者什么之类，就已经用过这些技巧了。它是13KB，就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是因为我们用了那个 global allocator 嘛，它必须要包含一个 Rust C built-in 的一个叫 alloc 的一个 CRUD，这个平时我们是不会直接用到这个 CRUD 的，我们一般都是通过 STD 来去用。然后它包含了一个叫 call 的一个 CRUD， 就 call 的方法。那如果想让 Rust 的编译的更小的话，你可以直接用 no call 这个功能，但是那个时候你写 Rust 就几乎和写 C 一样了，就其实没什么意思了嘛，对吧？所以我感觉就是实用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这个环境下实用的 Rust 的最小就是13K，这是一个问题吧？我觉得 Rust 的裁剪功能可能就是没有想象中好吧，因为然后的话，这个就是第二个要吐槽的就是这个 language item， 包括一些 noman、nostd 这些东西都只能在 Netlib 来去用，就是我们只能在 Netlib 版的 Rust 里面去用，就是它遥遥无期去 stable。我看了一些 ISO 好像也没有提到过也没有一些明确的我们要去把这些功能去 stable 放在那个叫什么 stable Rust 里的一些路线图，好像也没有看到。就是因为你 Netlib 版的 Rust 的话是有很多 commits 进来然后用的，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对不对？这个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去找一个stable 版本的 Rust， 然后我们把它自己去编译一下，编译成能够开启 Netlib 的功能，这样就可以用 stable Rust 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比较值得吐槽的就是官方并没有提供一个这样的解决方案。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不是 Rust 的问题了，对吧？还有一个不是 Rust 的问题，是一个可能在嵌入式环境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 stack 的话，就是我们程序的 stack 是去从上往下去增长的，对吧？然后我们的 heap 就是我们的堆的话，是从下往上增长的。那我刚刚说过了，就是我们这个虚拟机里面只有4兆的内存，其实是一个类似嵌入式的一个环境，所以嵌入式下我理解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 stack 太深，或者是你 heap 里的数据太大，就会去互相改写掉一定的内容。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是需要处理一下。然后有一个这家公司，它其实给嵌入式设计了一套方案，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去解决它。就是很简单，我们把那个 heap 给设置成一个固定大小的，然后把 heap 的位置给移到这个 stack 最上层，然后把 stack 移到它下面。这样的话 ，stack 一直往下增长的话，一直到越界它就访问不到内存了，就会报错了。就可以避免刚刚那个问题了。对 ，OK， 那就已经讲完了。然后这是一个，如果有想要加入蜜源科技，可以去扫一下这个2维码联系我们那个HR 小姐姐。